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Gcomments 羽球解说频道。本次解说2026年印尼大师赛混双决赛，陈杜组合对阵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。陈杜组合，马来西亚混双组合1号，获得2025年世锦赛冠军。陈唐杰后场进攻强，变化多，队友为前场速度快，手法细腻。该组合的核心武器是双压战术，轮转速度很快，连贯和衔接流畅，擅长在运动战中寻找对手弱点。马利亚斯·博尔组合，典型欧洲球员特点，擅长打高球速。马利亚斯杀球重，球速快，运动速度快，网前技术不算细腻。博尔运动速度快，主打的是中前场压制的高球速突破。第一局，比分0-0。开局双方中前场压制的试探，两拍都以为强往前，马蒂亚斯挑球。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的落点在直线往前和后场的位置。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接杀反应快，弹反球速高。陈杜组合双压中前场有优势，获得了5次主动球，3次进攻。杜以为放网失误，杜以为对这种高球速打法有点不适应。比分1-3，这是双方中前场压制的水平测试。杜以为软挡博尔的推斜线，看上去要在右侧启动双压，连续3个落点都在右侧区。陈唐杰中路接推球，没有选择压单侧，而是放网拉马蒂亚斯到近网。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刚刚同在左区，思考一下，陈唐杰为什么这么打？这是5次主动控制，对为随上改压左区，再次吸引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到同区。陈唐杰抽斜线抓主动，2次拉马蒂亚斯到近网，3次的主动控制。女球员的后场攻击力都不算强。3次拉马蒂亚斯到近网。陈唐杰后场3次吊球，打马蒂亚斯的重心，马蒂亚斯挑球出界。这是双压对抗中中前场2次抽挡，杜以为完成了走位平行，博尔的走位有些犹豫。第3次的2人同区，马蒂亚斯体重大，重心转换是软肋。陈唐杰出球很有耐心，看上去是在打马蒂亚斯的体能消耗。比分3-4。马蒂亚斯杀球，陈唐杰后仰弹出后场大斜线，打出马蒂亚斯的后场反手被动。陈唐杰拉马蒂亚斯到网前，杜以为跟上抓网口，2次进攻击穿防守。比分6-9。陈杜组合拉开左右大斜线，控腰打对手的折返。陈杜组合的快轮转给对手的压力不小。马蒂亚斯·博尔组合为跟住对手的节奏，容易走位同区，暴露将近半个区的防守空档，这就给了对手攻击的机会。杜以为拨斜线失误了。比分7-11。杜以为拨小斜线，开启右侧的双压。
这个双压是很有目的性的。陈汤杰的跟进也很快，连续打出马蒂亚斯的转身的反手。博尔挑斜线脱困，陈汤杰打衔接上抓对手同区的防守空档，马蒂亚斯及时补位防住了快攻，杜宇伟往前软放失误，比分8-13。陈杜组合挑球，博尔被控后场，连续的6次进攻都没有效果。陈杜组合连续多个落点都是控博尔的后场，博尔再次被控后场，陈汤杰弹斜线，马蒂亚斯启动不及失误了。陈杜组合的防反能力很强，陈杜组合中前场压制能力强，轮转快，控制灵活。杜宇维失误稍多，看上去有点紧张。陈汤杰是本次对抗中控制核心，劣势但没有慌乱，很少有杀球，暂时看不出针对性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后杀前锋，威胁大。博尔中前场抢高点，打高球速突破，被控后场会进攻无力。第二局，比分3-4。双方在中前场的争夺，杜宇维分斜线，独挡2拍，造2人同区。马蒂亚斯专注力似乎有所下降。马蒂亚斯的中场杀球一般情况下是很凶悍的，对手挡不出高质量的回球。博尔杀球，杜宇维失误，比分8-9。陈杜组合抢接发抢压，放左网调动马蒂亚斯，看马蒂亚斯博尔组合的阵型变化和走位，是被动跟随，有点慢一拍的。马蒂亚斯的往前挑球，就后退步伐没有什么弹性，大概是体能下降比较多。陈汤杰杀中路，杜宇伟随上衔接，4连贯下压，比分10-12。博尔往前加球速，压住杜宇伟。陈汤杰随上加球速，再压2腰的位置。杜宇维向左走位到平行，再次组织双压腰位，博尔反而被动了，无法退防中场马蒂亚斯的摆脱失败。陈汤杰的杀球针对博尔，吊球针对马蒂亚斯，陈杜组合加强抢网和攻腰，博尔在网前则控腰，博尔退守就抢网。陈杜组合对马蒂亚斯的体能消耗战术奏效，吊球针对马蒂亚斯，杀球针对博尔，抢网结合攻腰的混合战术效果好。马蒂亚斯不擅长分斜线，防守反击少，单向运动速度快，折返的时候重心不稳定。第3局比分3-3，陈杜组合接发，连续控2侧边路，马蒂亚斯博尔组合再次承压，博尔推了穿越球到对手右后场，可惜出界了。这个穿越球打出来，陈杜组合是很被动的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尝试利用抽推来打穿越球，来破解双压，但技术上并没有足够的准备。比分6-5。
陈堂杰后场斜线杀球，再调中间位，网口扑斜线，3次连贯进攻，打战术驱动。杜宇维则顺势轮转到他的身后，打连贯衔接杀。这是漂亮的换位驱动，需要男球员丰富的临场经验，以及对女球员后场防守能力的充分信任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的进行转换，感觉总会差一步，非常的被动。比分12-6。往前的博尔退防，陈堂杰放网拉马蒂亚斯到近网，马蒂亚斯退防时就抽他的追身，然后再次吊球拉马蒂亚斯到近网，打得非常的主动。杜宇维跟博尔的放网摔倒了，露出防守空档。杜宇维的体能下降比较多。比分13-10。杜宇维的中路强放网，杜宇维的中路强放网，左侧边路抓网口，距离较短。第一次杜宇维抓到网口，打空档被马蒂亚斯拨斜线。第二次仍然是打这个短距离的抓回放，打了马蒂亚斯的追身。杜宇维在出球中为保证压制的质量，减小了连续跑动的范围，体能管理做到了细节。比分14-10。往前的压制，马蒂亚斯博尔组合站位平行，担心对手双压。陈堂杰放网，对手挑球。陈堂杰后场8次连续的杀掉，拉扯对手的防线，最终杀大斜线，打穿了防守。这是陈堂杰的绝招之一。大部分的吊球是给马蒂亚斯的，杀球则是给博尔的。陈堂杰的后场进攻变化多，针对性高，威胁很大。比分18-11。马蒂亚斯再次被拉到网前，马蒂亚斯博尔组合想要轮转换位，陈堂杰挑球退博尔的后场。杜宇维快速抢网，陈杀杜锋打得很自信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的阵型变化衔接已经被对手控制住了，陈杜组合基本上已经掌控了对战的节奏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难以应对双压战术，一直被动跟随。陈杜组合体能管理强，会及时做进攻上的调整，后场威力强势双压逼抢往前，对手始终会慢上一步，被迫变阵走位，步步被动就很难组织战术进攻了。比赛结果，陈杜组合以2-1的比分逆转战胜马蒂亚斯博尔组合。本次对阵中，陈杜组合的战略部署，第一局体能消耗战术为主，往前角区加后场的大范围调动。第二局双压两摇以及针对性后场进攻，增加得分方式，明确战术优势。第三局执行混合战术，进一步掌控全场节奏。马蒂亚斯博尔组合主导高球速进攻，在快节奏的来回跑动中，其优势被限制。陈杜组合双压战术加强往前的混合战术，主控节奏，随上的进攻打对手的阵型变化衔接，凶猛迅捷。陈堂杰后场进攻上调马蒂亚斯杀博尔，指向性很明确，整场应对战术上极具针对性，非常有效。在赛末主控了攻防节奏，获得近乎压倒性的优势。